家好，我是猫，欢迎回到我的频道。OK， 猫猫，我想问你哦，外国人在日本租房子会不会很难？哦，不会很难的，放心，是非常难。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呢，是大学留学生嘛，就是住宿舍啦，有大学撑腰，一切通行无阻，没有问题。但是从九州到京都留学的那一年，我决定开始自己租屋啦，就发现事情呢，永远不像你想的那么单纯。在日本呢，每一次搬家就是一次痛，对日本人来说是荷包痛，那对外国人来说呢，是荷包痛加头痛。所以呢，今天就要跟你们分享我在日本租屋的时候碰到的3个烦恼。如果你喜欢我分享像这样子日本不同的文化生活的影片，就在这边点个赞让我知道，我觉得做这样更多的生活分享影片哦。想看更多记得订阅，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G 跟脸书，追踪我的最新动态，留言跟我互动哦。我想要给新加入猫猫 TV 这个 big family 的你们一个大拥抱 ，Welcome hug。那就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烦恼，在日本搬家真的要花很多钱。在日本租房子呢，基本上一个人要准备的钱是20到30万的日币左右，甚至更多。搬家为什么要这么多钱？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吧。中介费、礼金、保证金、清洁费、换锁费用、火灾保险、代书费用、第1个月的房租。礼金，顾名思义，这个钱呢就是送给房东的礼物。礼金呢其实是自古以来日本就有的一个传统，像父母啊要把小孩托付给房东说啊，麻烦你们了，我的小孩日后呢就要住在这边，请你们多多照顾咯的一个问候的红包，所以这是送给房东的礼物。那一个是古时候的传统，现在其实已经很少了。通常你租房呢，照顾你的人呢是中介。当然呢，我是说大部分也是有非常照顾房客的房东。只是我的情况呢，我找到的房子呢都是透过中介，完全没有见过房东的。我最常拍片现在住的那个家呢，原本是公司帮我找的，但我辞职之后，我来不及搬家到下一个地方，就硬是住了下来。那就要做更新手续啦，就要付这个礼金，一共是15万日币，这是我2个半月的房租钱，真的好贵。大失血。清洁费就是要给清洁公司的啊。在台湾租屋，我知道很多是房客搬出去之前，先把房子打扫干净之后，还给房东，给下一个房客。但是日本呢，他们会找专业的清洁公司，可能因为他们不相信房客的打扫能力，所以新的人住进去的时候呢，就会非常干净，而且房东呢也不用烦恼说要去检查房子干不干净。这个清洁费呢，就是要由房客自己来支付啦。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公寓就算年纪很大了，还是保持得很干净完好，用钱打造出来的。中介费大家一定理解是什么啦，就是透过不动产介绍嘛。像台湾有时候你可能是直接跟房东联络，你就不用付这一笔钱啦。但是日本呢，几乎90% 以上都是透过不动产来租房子的，房东不太想去管这些东西，也是有啦，但是就是非常的少。所以中介费呢，在日本租屋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免啦。日本租屋烦恼2，不懂日本的房子特色需求跟注意点。我在大学的时候到京都第一次自己租房子呢，就租错房子了。日本的公寓呢，基本上有分2种，アパート跟マンション。最大的差别呢，就是アパート是没有进出管理，マンション是有的。アパート呢，通常是这样子的，低楼层房子不需要钥匙，就算你不是住户都可以走到每个单位的门口敲门的那一种。マンション呢，就是我现在的家那一种，是你需要有钥匙才可以进去搭电梯到各个楼层的。第一次租屋呢，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有看说地点 OK， 月子 OK， 好就它了。结果没错，我租的呢就是那一种没有门禁的アパート。后果呢，就是每当我晚上回家，就会很担心会不会有人尾随我回家，然后只要有人敲门呢，就会战战兢兢的跑去看说是谁这样子。虽然通常都是我朋友，但偶尔会有那一种推销的，可是真的很可怕，谁知道站在你房间门外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推销的人？那1年的经验之后呢，我现在租房子我一定会找マンション。除了这点之外呢，日本的房子还有很多其他因为人文地区而造成的不同房子特色，这些我觉得呢很多都是外国人不会了解的。那不了解呢，就可能会租不到一个最理想的房子，就可能会像我那1年晚上回家呢都要用跑的。租屋烦恼第3点呢，就是最实际的技术性问题，而且外国人一定会碰到。第1点、第2点呢，就是麻烦一点啦，荷包痛一点，然后精神强一点就过去了。但是第3点可能会让你连房子都租不到。没错啦，就是保证人问题。很多地方租屋都需要保证人吧，因为怕你不付房租啦。那日本呢，当然也是需要保证人的。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呢，找这个保证人是比登天还难，可能没有比登天还难啦，可是
差不多一样难，就是很难。保证人通常的条件呢，就是日本人住在日本，有稳定收入，也就是说，他有办法在你健忘或者是厚脸皮不缴房租的时候呢，帮你垫钱缴房租当替死鬼啦。你可能是要来日本工作啦、留学啦，都还没来这边，没有认识到人是要怎么样找保证人，对不对？毕竟关于到租房子、金钱，你整个人在日本住屋时候的人身安全等等等等的，我觉得一个好朋友他如果拒绝你，那是应该的 ，OK 的。那如果他答应你呢，就要非常非常感谢。在京都那时候租屋呢，就是一个大陆的也是留学生朋友，他刚拿到工作的内定，超级感谢。然后又透过中介公司跟房东沟通了很久之后才 OK 的。トラブルとか絶対起こさないので部屋を貸してください。看你那么有诚意了。しょうがないな。以上3点烦恼呢，就是我在日本租屋的时候碰到的，也是很多外国人在日本租房子会碰到的问题。好，那我不要去日本了。等一下，怎么可以因为怕碰到问题而放弃梦想呢？如果担心怕因为吃拉面而弄脏衣服，就不吃美味的拉面，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于是乎，日本的餐厅呢就开始放了这个纸围兜，让想吃拉面的人呢都可以尽情的享用拉面啦。是的，困难呢竟然被制造了。它呢也是可以被解决的。如果你在日本有租屋相关的烦恼呢，就可以拜托外国人救世主 GTN， 他们有在帮忙外国人解决他们在日本生活的各种疑难杂症，尤其是外国人在日本租屋这一块，他们是专家。我现在到东京啦，没有错，我会瞬间移动。我现在呢已经到这个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的救世主公司 GTN 的前面啦。今天美舞讲的也在这边。Hello， 大家好。真央ちゃん、ちょっと見てこれ。全部お任せ。外国人専門。すごくない？すごい。この駅を見たらすごいなんか安心できるじゃないですか，皆さん。入口就在这边啦，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OK， 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公司里面啦，然后整个环境是给你们绕一圈看，有没有非常的明亮，然后超级多色彩，很像那个川教室みたいね。そう、カラフル。刚好那个负责人呢在帮2个外国人办点手续，所以我们2个呢就先来闲晃一下。好像是有一个饮水机吗？我先泡2条紅茶。呢？OK， 现在那个 staff 有空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日はどういうご用件で？外国の方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中国語話しても大丈夫です。你好，请说。大家可以放心，这里呢一共有会讲7个语言的职员，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中英韩越南尼泊尔，然后日文、西班牙文。然后他们的 staff 呢，就会跟我们说明他们是怎么帮在日本的外国人解决租屋烦恼哦。嗨，大家好，我是 Kiki。你们这边有什么就是针对外国人特别的租屋服务，就是跟别的公司不一样的？对，我们公司不光是一个中介公司，同时我们公司也是一个房屋担保公司。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在其他的中介公司，你申请一个房子，可能你需要到你审查到签约拿钥匙，你可能经过2周甚至3周的时间，根据管理公司不一样。但是像我们公司是我们自己的中介，然后自己的担保公司，这样就会审查会非常的快。而且实际上现在日本的市场很多的管理公司，他们不要求入居者来找保证人，而是需要你找一个担保公司。那随之而来就是我们这样的公司。对，我们是外国人专门担保公司。没有到来日本，但是接下来会来日本的客人，这样的客人我们也可以介绍房屋。很多管理公司是对他们不可以接受这样海外审查，但是我们公司可以。所以想说，如果我已经决定我明年要来日本留学，对，那我一到这边我就一定有地方住嘛，不可能住hotel，因为那么贵，对不对？所以我来日本前就可以先向你们找房子。对，提前1个月联系我们，按照您的条件来帮您找一定的房子，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些我们自己所有的房源，然后您挑选几个，比如说2、3个，然后您比较喜欢的，然后我们到现场到那个房子里面帮您录视频啊，或者说拍照片啊，或者是现场现在有很多的通讯工具，比如说 Line 啊，对，然后内地我们会用 WeChat 和您进行这样一个连线，可以直播这样子，完全可以。哇，现在连找房子都直播了。那
那有什么是外国人他们来日本租屋的时候会特别介意的点呢？很多外国人他们不了解日本的这样一个租房的这样系统，因为日本的租房系统就像猫知道的那个样子，还有礼金啊、押金、火灾保险，还有其他的中介手续费啊，各种各样的费用。对，而且它的那个房超贵，对，超级贵。每搬一次家呢，就是烧一次钱包，真的没有在夸张。日本8万日元左右的房子，你的初期费用基本上是在25万到40万之间，因为好贵。对对对，华人圈还有欧美的客人，他们都很不理解。对啊，对他们说为什么我要一次性交这么多钱？所以有很多外国客人他们觉得，哎，你们是不是骗钱？没有在骗钱。还有就是日本的签约的这样一个仪式非常的繁琐，你要写很多的那个契约书，比如说重要事项说明书啊、纷争防止条例啊、契约书，还有你对个人资料保护的这样一个同意书。我是来自于北京，我们租房子就是我给房东钱，你给我钥匙。就这样简单，完全，而且房租里面已经包含了水电、gas 的费用，但是在日本这样的费用都需要自己来承担，还有网络的费用，对对对，还没有家具和家电，因为日本的房子还真的只有一少部分有家具家电，而且那样的特别贵吧，非常贵非常贵。对啊，所以日本租屋跟国外租屋的最大差别是钱。一番人気のエリア、一番どこが人気ですか？これ私めっちゃ詳しいです。高田马场，还有新大久保、新大久保，就是这里啊，还有新宿。这个区域是因为有很多的语言学校，还有外国人比较集中，所以这附近其实最近2-3年房租有一点涨价。各国ごとに人気の地域があるかどうか、例えば中国人に人気のスポットとか、まあ傾向あったら教えてほしい。哦，すごい，いい質問。面白そう。中国人来讲呢，我们可能比较喜欢吃，以食为天，对不对？没错，对，我们会选择池袋和上野，很多人会喜欢这2个区域，还有日暮里。对，欧美人其实还蛮喜欢港区，还有六本木。六本木就是东京大名鼎鼎的夜生活区 Club 街。首先呢，一般如果说你到日本来签约的话，通常比如说去 Docomo、AUSO 这边跟大公司的话，第一你一定是跟他签2年的契约，但是我语言学校才1年，对啊，我就要回国了，那2年签约的话一定会有违约金。那我们公司就推出，第一我们不是2年的绑约，我们是7个月，所以你只要有用超过7个月的话，就不需要缴违约金。那我们的方案最便宜，你有免费通话，然后还就是有2G 的那个流量的话是才3000多日币。其实我哥嘞，他今年夏天7月才刚开始要来日本1年做一个 working holiday 的旅行，上个月才陪他就是去了好多店，是因为在访说我们要签1年约，没有一家可以有1年的，可是必须要什么银行账户还是要信用卡之类的，然后要本人信用卡，我的信用卡我哥不能用，跟他跑了大概就是看了10间业者吧都不 OK， 然后就接到你们家访问的邀请，然后最后还找了一间公司是有签约了，但是我哥1年后回台湾，他必须要缴违约金的。我哥现在应该看到这个影片会觉得说，怎么没有早点遇到你们吧？通常你们接到什么样的电话最多？日本嘛，就是比如说垃圾的分类是很细的哦，对，然后可能就是管理公司会有要求我们用母语跟入居者，就是说明垃圾应该要怎么分类。那日本的房子因为抗震嘛，然后可能墙就比较薄，就是晚上的时候说话声音就算是很小，旁边也都会听到，然后就会很容易引起那个騒音的问题，噪音的问题。每个国家的那个建筑的那个构造不一样，对，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比如说一些生活音，有时候脚步声的话，其实就是比较稍微重一点，楼下都会听到。企业访问后呢，我又瞬间移动回来啦。那希望说今天的影片呢，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给未来想来日本生活的你们啦。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在这边点一个大拇哥支持我。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在这边点一个大拇哥让我知道，给我最大的鼓励。那今天的留言区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觉得一个外国人在日本住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最大的困难、烦恼？大家尽量写给GT
恩看，这样未来他们可能就会出新的服务，解决我们这些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的烦恼啦。那 GTN 的网站呢，我就会把它放到说明文下面有连结，你们可以去看更多，了解更多。那希望这些资讯呢都可以帮助你们在日本的生活啦。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影片对想来日本的人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的话呢，就分享这个影片，让更多想来日本生活的人看到吧。最后，真的最后了，又是那句要烦死你们的话，如果你想看更多影片还没订阅的话呢，就记得要订阅咯。那 YouTube 订阅记得要按那个小铃铛，脸书按赞的时候呢，记得要点选抢先看，这样子我一出新片，你们就会是第一批看到我新片的人啦。OK， 但如果你已经订阅了，我觉得很快的在下一集跟你見面咯。拜拜，またね。また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ね。拜拜。冬なんて嫌いさ、勝ち噛む指触れ